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访问时间。洛城呢是骚乱持续，那么市长呢昨天宣布在当趟实行这个宵禁，另外呢就是2个法庭的判决案吧，跟洛城也有关系另外呢这马斯克终于道歉，其实道歉还得打个引号，好，我讲话听不出引号来，其实应该打个引号。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川普跟马斯克会和好吗？这是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另外呢，川普很高兴地宣布说，美中的贸易框架协议达成。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好，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诸多的话题哈。好，首先说一下在洛杉矶的情形。那么昨天洛杉矶市长宣布将在当趟实施宵禁。那么迄今为止呢，在当趟的23家这个商铺被抢劫然后呢，市长巴斯说，那今晚就昨天晚上将从晚上8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就是整个晚上实施宵禁。什么叫宵禁呢？就是晚上不许出来，出来就抓。那么这个宵禁，他说预期将持续几天。这个宵禁的范围，对于南加州的朋友会知道在5号公路南北走向5号公路跟101公路之间，那么东西呢是10号高速公路跟110和5号高速公路汇合处之间，那么基本上是一个平均1个平方英里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在洛杉矶呢，这个警方也开始骑马上街巡逻叫骑警上街，那么执行这个宵禁。那迄今为止呢，是抓了220人，就是违反宵禁的人都被逮捕。当然了，关于这洛杉矶的叫做骚乱的性质的有很多争议，对不对？那川普认为这是一个暴乱，而洛杉矶市长和加州州长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就这里头就大家要提出疑问了如果局势基本和平的话，为什么要宵禁？什么叫宵禁宵禁就是局势严重到上街都要抓的意思。那么当然就指的是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平静为了控制这个公共治安才做的动作。另外呢，这个加州国民警卫队第79步兵旅战斗队大概2100人呢，已经部署到大洛杉矶地区包括洛杉矶市本地，还有这个派拉芒和这个康普，主要是现在还是这3个地方。那加州州长纽森呢，就是批评川普总统派遣军队，那么应对洛杉矶的反 ICE 的抗议，警告说总统的一刀切的政策叫 blanket authority，将用到美国各个州，就是总统的专制权力的意思川普总统怎么说呢？川普总统周二誓言将解放洛杉矶liberate Los Angeles。同时呢，那么他也为这个他所部署的国民警卫队和这个海军陆战队进行辩护。川普呢，昨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叫做布拉格堡Fort Bragg 向士兵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他说一代代的美国的陆军英雄就是为美国奋战在国际上为美国奋战，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被入侵和被变得像第3世界国家这样的无法无天的毁掉。那么这正是今天加州的情形，他作为美国的3军总司令，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川普表示说，派往洛杉矶的部队呢，将保护联邦的执法人员免受凶残暴力的这个暴民的攻击。那么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洛杉矶今天恐怕就已经烧成一片了，就像几个月前的南加州的野火一样。那川普表示说，短短几10年内，洛杉矶从世界上最干净、最安全和最美丽的城市沦变成一个垃圾堆，整个社区被跨国帮派和犯罪的网络控制，这太可怕了。川普说，失控的移民潮将导致混乱、功能失调和无序。他说，很简单，我们将解放洛杉矶，让它再次的自由、干净、更安全。那么当天早些时候呢，他告诉记者说，如果需要的话，他肯定会援引1807年的叫做叛乱法，叫做Insurrection Act。这个法案一旦它用起来的话呢，将授权他在国内部署美国军队来压制这个叫做骚乱、叛乱或者武装叛乱。这什么意思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美国的这个 Reinsurrection 叫做叛乱法，如果不援引的话呢，就是没有特别紧急状态，军队是不能在国内平报的，或者说在国内执法的。那你说，那为什么川普还是调了国民警卫队去呢？说错了，国民警卫队是可以的不能调军队。什么叫军队？就是陆军、海军、空军加上这个叫做海军陆战队。那么川普调了海军陆战队，那原因就是他调他去是守卫在洛杉矶的联邦政府的机构的，他并不是上街去执法。但是如果因为如果他执法的话就违反法律，但是如果他启动了叫做反叛乱法的话，那么他就美国的3军都可以在美国国内叫做执行这个做执法任务。
这就是在1958年哈，在这个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当时呢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说种族隔离必须消除，黑人学生要能进到这个白人学校里头读书。那当时呢，这个阿肯色州的州长就不许，就调集国民警卫队阻挡黑人学生进来。当时哈，那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调集美国陆军101空降师啊，然后就进去。101空降师护送是7个还是9个哈黑人学生进到这个学校里头来，就是等于突破国民警卫队的阻挡。这就是这个前面一个案例哈。那个时候呢，这个艾森豪威尔就启动了叫做叛乱法 （Insurrection Act）， 所以川普手里是完全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只是他迄今还没有做而已。那另外呢，川普也宣布说，他在这个布拉格堡做演讲的时候，他宣布说，我将恢复7个军事基地的名称。那么这个军事基地以前呢，曾以叫邦联的领导人命名，包括说就叫做格兰特里将军哈后来拜登政府就把他名字全部改了。那川普说我要全部改回去。川普说我希望能够维护原名。所以这是怎么理解这些事情？川普为什么要改这些事情改这些军事名称？川普希望维持美国的传统。但凡的美国传统，川普都要尽量维护。即使在南北战争中，南方是叛乱州，但是呢，战争打完，南北就是重新是兄弟。那至于说格兰特将军当时南方军的总司令，格兰特将军也是反对奴隶制的，他以前是西点军校的校长，他其实是联邦的官员，他也反对奴隶制，但是因为他所在的家乡州弗吉尼亚州，那么投票宣布叛离联邦。那么需要征召将领，他才回去的。他是忠于家乡才回去，不代表他忠于家乡所认同的那个奴隶制。那基本上就是为国家而战吧，或者为本州而战。那么战后呢，这个叫做格兰特里将军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那基本上就是回家就完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在川普或者美国保守派看来，南北双方就当初就是叫做兄弟之间的一个争斗或者一个争议吧。那最后打完之后，仍然是回到兄弟。所以呢，这些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川普不愿意把它抹杀掉不愿意为了政治正确把它抹杀掉。所以这是他把名字改回去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下面呢我们很快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叫做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厂商扁康丸的信息。那说给谁听呢？有鼻炎、哮喘、皮肤病，还有肺部疾病或者受新冠疫情后遗症影响的这种家人朋友同事可以留意一下一个很简短但是很重要的信息。那么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扁康丸就反映说，最近前来咨询肺部问题的观众就明显增加，尤其是肺结节那因为这个扁康丸的这个医生叫徐孝熙院长说，肺是5脏6腑之首，如果肺健康的话呢，免疫力就自然会增强，用自身的免疫力去守护健康，这是最好的办法。那这个香港有个叫唐女士今年是59岁，她被检查出就有肺结节，结果有这个肺纤维化和肺气肿，这在西方是没法治的。然后呢，她就服用扁康丸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照 X 光，那医生就很惊讶肺结节居然消失这个肺的纤维化和气肿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整体的情形是明显的好转。这个唐女士就说是扁康丸帮她恢复健康。另外呢，很近的，在这个我这附近纽约皇后区有一个林先生，76岁，年纪蛮大了，他有那种特应性的皮肤炎，那将近40年，经常因为瘙痒半夜都得醒来也经常感冒过敏，就看了30多位医生都没有效，一辈子他就问徐院长多久能见效？徐院长说你坚持吃6瓶吃6瓶。他吃了2瓶之后呢，皮肤没有改善，但是他发现呢，他整个冬天都没有患感冒，以前是常患的。吃到第7瓶的时候，皮肤真的不痒了，就明显改善所以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有类似的困扰还是一样，叫做鼻炎哮喘皮肤病肺部疾病，以及受新冠这个疫情的影响的后遗症的家人或者朋友，那么可以点击影片的下边的这个链接，或者致电客服了解情况扁康丸是从肺出发，全面守护您和您的家人的健康。好，下面说一下这个上诉法院的两个判决，一个是维持了川普的万国关税另外呢就是初级法院那否决了这个纽森刚刚对川普新的一个案子怎么讲？我们都记得川普的万国关税在4月2号寄出之后呢，后来被几家纽约的进口公司，再加上20个兰州一起告上叫做联邦国际贸易法院。联邦国际贸易法院判决很狠这根本就不是说临时禁止令，就来了个永久禁止令，说你这个万国关税是违宪的那大家对川普绝对是震动，对世界都是震动。结果第2天就被上诉法院叫停然后呢，但是在叫停的意思不是说我就把你翻转，他是说叫停
你说的违宪不成立，我得仔细去听，因为这种这就是上诉法院它的另外一版本，它自己版本的紧急禁制令哈，就禁的是下面的这个法院的裁决。那下面还得仔细去审，结果呢，在昨天再审下来，星期二仔细审下来之后呢，做了进一步裁决，就批准了川普政府的请求啊，维持川普现在的万国关税，但是同意在今年夏天加快审理的这个步伐，因为这等于是还没有完全审完，也就1个多星期嘛，将在7月31号下个月底，那么再次这个做庭辩，那就意味着在剩下2个月内，那川普的这个万国关税呢都是可以维持没有问题。但你说在那之后会不会有问题？那没法有问题啊！要有问题的话，美国总统不当了啊！所有跟外国谈的东西都不能成立。所以呢，尽管法庭要走这个程序，但是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意见哈，我认为川普的万国关税最终法庭会肯定它，好，下面一个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川普往南加州调兵，大家调动的是叫做加州的国民警卫队，什么意思呢？就把加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 federalization 什么意思？什么叫联邦化？就是把指挥权从加州州长手中给拿走，归到美国总统那里去。纽森呢就把川普告上联邦法庭，说你没有经过我州长的同意就把国民警卫队的指挥权夺走，这是违法的。结果2天之后呢，联邦地方法院就裁决说不同意纽森你的判断哈，不是这么回事儿，然后这个法官叫做布雷耶Charles 布雷耶，这当初克林顿任命的，其实是一个民主党任命的法官。那么他也这是在旧金山的分区，大家知道这是旧金山的联邦地方法官很容易倾向于这个叫做民主党这边，但是这位克林顿任命的法官也说纽森你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走不到哪去川普调兵是有他的权利的，是符合法律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下面一条新闻呢很有意思就今天是大新闻马斯克终于打引号的道歉，川马会这个叫做和好如初吗？马斯克周三早上就写了一个推文说我对上周发布的一些关于总统的帖子感到后悔，或者感到遗憾吧。他是说他们太过分了 ，they went too far。对，好，那么这是等于是公众等了6天的道歉，从上个星期4等到现在你怎么看？他说 I regret sending the post about th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they went too far。听上去好像不太像道歉因为他没有 say sorry I'm sorry， 只有 regret。什么叫 regret？ 你既可以把它翻译成遗憾，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后悔但都不是准确的说都不是道歉，对不对？而且他说 they went too far， 他不是说 I was wrong。他说 they went too far， 那啥意思呢？就是说 I was right but I went too far， 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你要提这个疑问是正常的我想任何一个人都觉得你既然道个歉，你也不道歉的诚恳一些显然是好像不太会道歉，或者不是真心道歉。但是呢，这对于马斯克来说他是真心道歉，而且非常不容易了。为什么？这下面的话题要讲讲这个阿斯伯格症这个事情马斯克从小就有阿斯伯格症，而且他也从来就不隐晦他跟他妈妈都不隐晦。阿斯伯格症昨天我跟大家讲了这种人智力正常甚至于超常，非常专注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对社会交往、洞察别人的这个心理这方面有生理上的缺陷。这种人没事的时候就完全没事完全是正常的，而且人很聪明这就在马斯克上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典型那么但是一旦要发了病的话就不可理喻网上有一个朋友他叫 Daisy Daisy 他自己有阿斯伯格症的儿子，他在网上做了一些分享，我仔细看了他贴的帖子，我觉得很有道理起码我学到很多东西。他说阿斯伯格症的人如果这个病上来的话，什么伤人就说什么，只要能伤到对方，能在当下给他过瘾的这种快感，他就会说。所以阿斯伯格症的人一发病很伤他家人和伤他身边的这个亲近的人那怎么看待马斯克上周4的行为呢？这个 Daisy 说马斯克跟川普这2天的戏份他说我儿子跟我在家里已经演过无数遍了，这个先把别人激怒，再卑微求和，承受被冷落的屈辱，然后呢得以回来之后呢，别人也不再把他当回事了可是他还是一腔热血把之前自己发过的癫发过的病都忘掉。Daisy 说这就是阿斯伯格症被人嫌弃的一生。他说如果川普，这前天他发的帖子如果川普再不理马斯克的话，他要在自责中被淹死了。好，那显然马斯克自己就爬出来了嘛，对不对？那么他既然知道错了，他怎么不赶紧去跟川普道个歉呢？说对不起这个
Donald, I was wrong. I'm sorry. I should not have done that. 他为什么说不出这几句话来呢 ？Daisy 说：“你不要让阿斯伯格人道歉，因为阿斯伯格人是不会道歉的，不是不愿意，是他没有能力。如果他安静下来不想了，就代表他已经服软了。所以阿斯伯格人呢，道歉的方法都是他的自责感呢，都是通过行动来表达的啊。”比如说在家里开始自动承担家务的意思就是说我错了我在用这个方法来表达，因为阿斯伯格症不会用语言表达感情，如果他强烈到不得不表达，就像这马斯克这样的话，这个时候他说的话就会像在演戏，特别的浮夸不到位，因为他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心里的情感。这就是马斯克只说了一个 You went too far 我想一般人会觉得You went too far, it's not you're wrong 但对马斯克来说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马斯克怎么用行动呢来表达呢？他删掉了这个川普是在爱博斯坦的名单上的帖子，删掉了这个弹劾川普的帖子，这个 offline 了他的叫做换掉了这个叫做组建新党的这个民调的置顶。另外呢，帮川普转发关于他加州骚乱的帖子，批评市长、州长派兵抨击暴民那都帮川普转发。另外，万斯总统顶川普这个处理加州事务的帖子也帮忙转发。另外呢，给川普的帖子发个红心那另外呢，再去打一下这个 Adam Schiff。Adam Schiff 本来跟他套近乎，他把 Adam Schiff 回头踹一脚，说你都同意我，那我自己可能有问题然后再发些帖子嘲笑自己。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所以这个 Daisy 妈妈说，她就说对阿斯伯格人来说道歉是很难很难的，相当于亲手杀死一次自己的骄傲。大家知道马斯克的骄傲那是世界首富世界首富跟绝顶天才的骄傲。那他要道歉的话，那等于是把自己这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骄傲杀死所以他能写出这句话来It went too far， 已经是把自己否定到家了在别人看来就是只是走太远没有说我做错了，但是对马斯克来说，这只是他能做的极致了。所以呢，大家看明白了没有？下面一个问题川普会跟大家和好如初吗？我就这么说好了，以我从 Daisy 那学到的关于阿斯伯格人的这个特性如果跟他和好如初的话，下次一定再有下一次。这个 Daisy 这么说阿斯伯格人跟家人或者朋友熟悉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卸下他的伪装，他就会发作所以呢，他对不熟的人呢，他会保持理性跟克制。所以呢，这是为什么马斯克，这是我说的话马斯克到现在没有老婆他的女朋友或者老婆都是开始挺好，到后来已经觉得是自己人了，他就会卸下伪装，就会发作。而发作的话，最伤的就是他的家人所以其实这个 Daisy 说阿斯伯格症的家人比阿斯伯格症的人本人更痛苦，因为家人是被他折磨的所以呢，总而言之吧，他分享出来是让更多的阿斯伯格症状被识别出来。他说有一个症状就是这样的人呢，跟人说话不看眼睛，不看对方的眼睛这是一个特点，因为他不善于这个东西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不要跟他们计较，只要陪着他们就好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呢，如果川普像 Daisy 这么清楚那跟马斯克应该是保持友好保持距离。说实话，马斯克也很忙，对不对？那事情也很多，他有6家公司要忙，很多公司跟美国的未来是密切相关，跟人类的未来也密切相关的。那川普也是一样，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作为世界领袖，他们其实每天贴在一起，我觉得也没啥必要，保持距离确实是不错那我这里问问大家，你希望他们和好如初吗？像白宫那样，像情同父子一样的，你希望这样吗？如果你希望的话呢，你打一个 A； 如果你觉得不必呢，打个 B， 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川普怎么说呢？今天早上，川普接受《纽约邮报》的这个采访就是你怎么看待他的道歉？川普说我没有什么怨恨但我针对发生这样的事感到很惊讶。对吧？看得出来，川普不了解阿斯伯格症这个事情那他又被问说：“你可以原谅他吗？”川普说：“我想我可以。”他又补充一句说：“但我们必须整顿这个国家。我现在唯一的职责就是让这个国家回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高的水平。”他意思就是说，我要忙我自己。好吧，大家看，你要打 A 还是打 B？ 你希望他们和好如初吗？还是保持这个友好的距离好，如果希望他和好如初就是 A， 友好距离就是 B， 好吗？好，下面呢说一下美中，这是大新闻了。美中这个贸易框架似乎达成，是什么有用还是没有用呢？说这话之前呢，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很多的新的朋友，但我老朋友就是都已经点赞了我是说给新朋友听的绝大多数的95%以上的新的观众都没有点击订阅所以请大家点击一下订阅，因为这个节目呢不仅是讲美国新闻，还会讲新闻背后的分析。刚才关于阿斯伯格症的分析嘛，我想一般新闻都不会讲这些事儿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跟华人非常有关系啊，还有美中关系哈，美国的发生了诸多的新闻事件背后的美国的传统价值啊，包括说这个叫做军事基地的命名，这背后的道理我都会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新闻背后的价值，相信对很多朋友都有用这个频道哈，所以呢，大家就是能订阅一下，不要错过这个频道，希望这个频道可以帮到您啊，新的朋友。好，我们说一下美中伦敦谈判谈了2天，星期1跟星期2哈，川普今天兴高采烈说谈好了，谈好了，什么意思？谈好了什么？川普这么说，他说我们和中国的交易已经达成，有待习近平跟我本人的最终的批准。中国方面将先行提供全部的稀土全部的磁铁和任何必要的稀土。大家知道稀土做出来就是磁铁，这个磁铁是很多高科技的这个产品中需要用的。它做出来那种性质非常高的磁铁不是在自然界挖出来的那种磁铁，不是铁做的磁铁，是稀土做的磁铁。川普说，同样呢，我们将向中国提供我们商定的内容，包括允许中国学生使用我们的，就是来到我们的学院和我们的大学。川普说，这对我来说一直没啥问题啊。川普说，我们获得了总计55%的关税中国呢是10%，双方关系非常好。什么意思？一位白宫官员称呢，这55%就是包含了10%的基准关税，20%的跟芬太尼相关的关税，以及说川普第一任期征收的大概25%的关税和最惠国的税率，所以10加20加25就是55%。那基本上啥意思？就是维持现状就现在就在收这么多关税，就是维持现状。那中方呢也发表了他们的声明，中方的声明我就不念了哈，非常长，但是里头就没有讲一句实在的话。刚才川普说的很具体，对不对？我们给他们得给我们啥，我们得给他啥，关税是多少等等之类的。中方一句话都没有说，全是务虚不务实哈。中方讲了些什么话呢？讲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嘞？看看哈。什么双方原则上达成了这个深入交换的意见呐，坦诚深入的谈判呐，达成原则框架，达成原则性一致等等，全是些虚话虚套套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之类的。好，所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做一下我的评论哈。我觉得首先只是框架，里面有什么其实并不知道那整体的意思是想回到日内瓦谈下来的东西，但是日内瓦也就是大大的粗粗的框架，没有细节哈。然后呢，其实因为中共没有兑现日内瓦协议中的内容比如说对稀土矿产和磁铁的关键材料的出口做了限制，美国才对中共实施从半导体到化学品就是乙烯这方面，以及说到航空设备，以及说对于那个核电设备的出口管制。那伦敦谈判呢，就是目的就是回到日内瓦的协议，双方把出的招全部收回来，就这个意思那但是这里头呢，不光是其他的东西没有细节，连稀土输往美国的程度、数量、速度都没有谈，也就是当然也包括美国给什么样的芯片卖去中国也没有谈另外呢，至于说非关税壁垒，关于中共这边操纵汇率政府补贴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对等开放、现在封闭的市场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没有谈。所以呢，能不能做到，这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呢，如果中共的行为不变的话，美国就一定，这问题在这儿如果中共的行为它不变，它还是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它行为不变，它还在耍赖拖延，那美国就一定会制裁。那如果制裁的话，中共就一定借这个制裁就当作借口，再不遵守这个协议，第二次不遵守协议，然后双方呢再回到去谈判的老套路中去，这是一轮一轮的循环如果川普一直对中共带着这种希望的话，那么卢坦尼克说他说我们绝对期待跟美国相关的稀土矿产跟磁铁问题在本框架实施过程中得到解决。OK， 你看出来什么美国非常在乎稀土，因为这个东西美国目前没有不管怎么说，美国一个是要建立自己的稀土工业，第二呢要寻找替代的方案。马斯克已经说了，下一代的他的电车就不用稀土磁铁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都需要时间所以美国最需要的就是稀土。如果拿到足够多的稀土，可以缓一口气的话，美国会不会变阵？我觉得有可能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川普还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确实稀土是掐住美国，包括欧洲的脖子。那再往下呢，宏观上怎么看因为我跟大家一直说过，中共的高层其实是有变化的。那习近平呢，现在已经没有大权在握了那就存在说中共的高层将来会怎么变？他会变回到改革开放的老路上去吗？如果变回去的话，也走不通。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一定带来的就是经济自由，接着就带来思想自由跟政治自由上的要求，那么就会威胁到中共的统治，最后就又变成下一个6·4镇压
啊，或者说因为6次镇压就是感受到政治的威胁嘛，你要政治自由哈那怎么行呢？至于说到了习近平，就仅仅因为马云的影响力大啊，网红的影响力大，说脱口秀的人影响力大，他都受不了，他都要去镇压人家。所以呢，这都是必然的哈，这并不是偶然，这是必然的。因为中共它的权力一旦受到威胁，它就会反应，而改革一定会对它的权力带来威胁。所以呢，现在对于中共高层如果他们真的拿到权力的话呢，现在他们是处于一个反思的时候，中国未来往何处去，这是他们要衡量的。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走出毛泽东跟习近平的路的话甚至走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路的话呢，那才是一条阳关大道。但他们能走过去呢？如果他走上那条路的话，那确实会影响到中美关税如果走不出去的话，那我是一点都不看好。当然，这里头有好几个变数我就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呢？你们看好这次签下来的中美这个贸易框架吗？它往下，你看好它的执行还是不看好呢？如果看好的话，打个1；不看好呢，你打个2，好吗？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也请小编可以在直播中贴个survey出来。下一个消息跟川普有关系川普政府刚刚改写了美国就是价值425亿美元的农村宽带的基金规则。马斯克的星链呢可能会要重回美国的乡村市场，什么意思这个美国上网其实跟很多国家相比还没有那么强因为它都是传统一直发展过来的，很多的这个森林里头广大的乡村这个高速上网是没有的，所以覆盖美国乡村的高速上网是政府的一个重要的工程不是工程了，政府不做工程它就是它要处理的事情，它包出去给这个私人企业做。所以呢，在2020年呢，川普时代那个时候的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呢就启动了一个叫做农村数字机会基金叫做 RDOF。这个计划总额呢，政府这个拨款204亿美元以10年的补贴来支持宽带网络在农村的建设，覆盖600万没有充分的这个上网或者说干脆是没有上网的农村家庭跟企业。在2020年的12月，第一批呢星链Starlink 马斯克的就拍卖中中标，获得了这个将近9亿美元，用于在35个州为64万个地点或者家庭64万提供宽带服务。结果来到2年之后，2022年的8月10号，当时拜登的 FCC 就拒绝给星链他赢得的补贴，原因是什么呢？说你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以及说终端设备成本太高。多少高？当时是499块钱结果那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主张这个要优先资助光纤，因为他认为光纤的这个宽带速度更快，以及说很稳定因为在地上挖线嘛，铺线。但你说起来这个不是胡扯嘛一个 Starlink 只要499块钱，你去挖地一路把光纤铺过去，那要多少钱？绝对是远远超过499块钱Starlink 一台设备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那么他需要是满农村去挖线，往地里挖线。结果马斯克呢就在这个发 X 批判这个 FCC 的决定，说他这是完全是政治化忽视了农村宽带的真正的需求。他说我们星链在全球都已经服务了几百万的用户怎么不能服务美国的农民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你说我们技术不成熟，完全是瞎扯嘛。但是呢，当时的拜登政府他们就希望能够创造就业和挖掘道路，因为挖很多地方嘛，就是创造就业另外呢，还有他们这个他们要 honor 他们的 DEI 的政策，也就是说，做这些事情的人还不能是一般的公司，得是少数族裔经营的公司。那就有几个少数族裔的经营的公司，它的生意是在美国的农村给农村铺这个网线的。结果就是3年前启动的计划，到今天没有接通一个人都没有接通。现在川普的政府就推倒重来那商务部长罗坦尼克就把这个事情归结于美国的 woke 这个叫做觉醒主义的要求和繁琐的法规于是呢商务部改写了美国425亿美元的这个叫做农村宽带基金规则，马斯克的星链重新又回到赛场，可能会拿得下美国整个农村市场对马斯克毫无疑问是个好消息下面一个消息也挺有意思的大家记得大概1个半月前，川普执政100天的时候呢，决定把自己开放给左流媒体，来争取他们的观众。当时就轮到 ABC 电视台叫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呢就派了一个在这个从1997年在那里工作的28年资历的一个资深记者，叫做 Terry Moran 那么专门来专访这个川普。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专访大电视台的专访都是派最强的记者跟主持人。那这个人呢今天被 ABC 裁掉了。干掉了，为什么？因为前2天星期天的时候他发推他说川普的文胆这个白宫的幕僚长叫 Steve Miller Steve Miller 呢是川普的文胆，是他的写手。
他评论这个米勒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米勒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是川普主义背后的智囊，他确实是把川普主义运动的概念化，并且转换成政策的人之一。但是呢，关键不是他的头脑，而是他的恶意。就他意思，他有坏的意图哈。他说米勒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人，他是一流的仇恨者，只要你看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他的仇恨就是他的精神食粮，他靠仇恨为生。天哪！他接着说，川普是世界级的仇恨者啊，他的仇恨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的最终呢，是他自身的 glorification， 他自身的荣耀，这是川普的精神食粮。在我说这个新闻之前啊，这两个推之前，我先说一下这个 Stephen Miller 哈。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年轻的这个叫做短头发或者光头哈，他也很年轻哦。这个人才华横溢，哦，这个人简直是你讲话你知道吧？不要稿子的，不要稿子可以系统的出口成章那么说下来。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所以川普也对他也非常的器重哈。川普很多东西全是他写的。川普说了很多东西啊，我不知道多少，50%、70%都是他写的，很有可能哈。所以他是川普的文胆啊，他的写手所以这个人思路非常清晰啊。我说实话，当然这个叫做 Terry Moran 啊，说他是一个什么叫世界级的一个仇恨者。那我看来呢，他是一个对保守理念有深刻理解的一个才华横溢的一个天才，这是我的看法哈。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回到这个话题。那么这个 Terry Moran。这么贴出来的话，舆论哗然，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记者，大媒体的记者是客观的，你有观点你都不要拿出来啊，否则的话，当你的观点非常清晰，他知道你是极左的或者是极右的，你再去报道，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文章或者报道的可信度，而这个可信度背后就是媒体的可信度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么主观的话呢，就没法担任记者的角色。你即使有你的观点，你都要藏住，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让你做一个客观者。不能有强烈的倾向性，但它就展现出来，就是叫做展露无遗啊。那 ABC 呢，就是在舆论哗然之下呢，昨天先把它停职，1天之后，今天就把它开除。那准确的说也不是开除了，因为它的跟 ABC 的合约是周5到7哈。ABC 就是说介于这个目前的情形呢，不跟你续约了，就等于是把它开除哈，基本上就不 renew。那 ABC 为什么这么做呢 ？ABC 内部的人士啊，跟这个福克斯新闻说，干掉它的原因呢，是因为主流媒体目前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就是不报道事实，而是支持站边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 Terry Moran 这一出的话，那 ABC 的声誉会再次受到重创。这里头我再做一点说明哈，这个就是记者跟评论员呢，其实是2种角色哈，是2种工作。在新闻界有一句话叫做“新闻是客观的”。评论是主观的，也就是评论你可以主观因为评论就是你解读新闻嘛，就是你个人对这个新闻的看法，但是新闻报道必须是客观的。那这个 Moran 的工作呢是记者，他并不是评论员他发表这么带有立场的这么话，人家会想说你 ABC 全这样其实上次采访川普的时候，专访的时候，川普就说他们选你来这可是你出人头地的这个机会the break of a lifetime， 但我也答应了让你来，因为我不认得你。但你问问题怎么问得这么的偏颇？所以当时他在采访的时候就已经露出他的这样一个倾向性了。好吧，不管怎么说吧，以上就是我的新闻报道我上面说的都是事实下面就是我的评论了。我说一下评论，因为方远时间这个自媒体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既是记者又是评论照道理一个人你不要扮演2个角色。但你要扮演的话，你一定要说清楚，前面是记者，后面是评论所以我经常会说下面是我的评论了我说一下我的评论这个 ABC 虽然开除了他但是 ABC 自己仍然是这样，仍然是站位的，只是不太露骨那他既然不太露骨的话呢，那对自己造成的杀伤力就没那么大。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包括昨天我看到台湾网友跟我说，洛杉矶骚乱，台湾媒体跟你们说的完全不一样其实欧洲也是这样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像 ABC 这样的美国的左流媒体他就自己其实是站位的那他没有说像这个 Terry Moran 这么过分的话，他也有他的站位也能显示出来。而这个美国的国际上对这是 ABC、CBS、NBC 这些媒体都非常敬重的都认为他们代表了美国，再加上 CNN 这样的这个媒体。所以呢，在这一点上的话，基本上就是照单全收。但是美国我们都知道完全不是这样的在 PO 呢，在去年10月份做了一个民调，就是在美国你很相信主流媒体，再加上有些相信，有些都加进去了
主流媒体有多少比例多少？只有32%啊，这是历史上最低的。而不相信、基本不相信和完全不相信，就剩下的68%。大家知道哈，在1972年的时候，相信美国主流媒体的比例是72%，现在变成32%，就这么个情况。换言之，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不相信美国媒体了，台湾人、欧洲人还相信，这奇不奇怪哈？当然，这就是美国的现实了啊。总而言之吧，就是需要更多的。其实右派媒体呢，也是有点这个倾向性，像这个 Fox News 啊，它也基本上不走那种客观报道的情况，把这个报道跟评论分开，它也不分开，对吧？它的这个新闻报道常常也带有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倾向性啊。这就是美国媒体现在一个现状吧，就是价值冲突太厉害，各自站位啊，寸步不让，每个人守住自己的受众就好了。其实美国真的是需要那种把新闻跟评论分开、清楚分开的是这种传统的哈，曾经有巨大的信誉，一篇报道可以改变一件事件的这样的新闻媒体啊。希望将来这个方伟可以成为创造这样媒体的一份子吧。啊，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哈。好，今天节目就先说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么在走之前呢，就是观众朋友哈，喜欢方伟节目的记得能够点个赞啊。另外没有订阅的朋友能够订阅，还最后提醒一下啊，扁康丸。那么如果您家人有需要的话，叫做哮喘呐、这个鼻炎呐、这个皮肤病啊和肺部疾病可以考虑一下，好吧？那这样喽，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早安中国见，还是晚上7点钟哈，美东7点，北京时间7点钟。好。我们晚上见，拜拜。